妈，你怎么饿得吃纸壳子了，妈？小叔，给我点吃的吧。妈，我们这次就是专门来给你送吃的，快！对，妈，我给你拿。妈，右边，哟。哎呀，饼掉了。你还是那么天真啊！我们把你关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就是想要你死。你不会还以为我们真的会来给你送吃的吧？你们这是犯法！犯法？你的厌食症确诊书在这儿呢，外人都以为我们没日没夜的在找你。哎，到时候他们就以为你是一个得了厌食症和抑郁症，离家出走，活活把自己饿死的女人，犯什么法呀？啊！小叔，你小时候被亲生父母遗弃在路边，是我收留了你啊。你长大后，我把我所有的资产都转给了你，甚至为了你和我的亲生儿子断绝了关系。你如今这样对我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良心？哎，你的亲生儿子秦欢在贫民窟待了15年才回来，这么多年是谁给你当儿子？谁叫你妈？是我！该感恩的是你。再说了，我当年也没哭着求着让你收留我呀，都是你一厢情愿，这可怨不得别人。哎呀，既然你快要死了，就让你做个明白鬼。你还记得以前丢了一个价值500万的翡翠手镯吗？因为这事儿，你跟秦欢断绝了母子关系。那也是你傻，因为拿手镯的是我。不把秦欢赶走，我这个养子怎么坐稳秦家大少爷的位置？是吧，妈？小辉是被你诬陷的。秦欢在你眼里就是一个不学无术、一事无成的贫民窟小子。哎，不过你听我一句话，就认定他是贼，可帮了我不小忙啊，妈。小花，妈错了，妈真的错了。我能有今天的下场，都是我咎由自取。你放心，你的100亿资产，我会和小叔一起好好打理的。你呢，就安心去死吧。小叔，妈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，在你的心里，就从来没有认过我这个妈妈？我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你觉得你对我好，我就应该对你感恩戴德吗？叫你一声妈，是看得起你。你真把我当你儿子？连自己亲生儿子都可以赶出家门，论心狠，咱俩半斤8两。哎，你就在这儿乖乖等死吧，拜拜，我的好妈妈。
快点，快点！搞定！妈，你在里面吗？妈，妈，你在里面吗？妈，小欢，是小欢吗？是小欢吗？是我。妈，你坚持一下。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小欢，真的是你吗？妈，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是我来晚了，没想到，都怪我没早点来帮你，都怪我。小欢，我的好儿子，妈错了，妈这辈子为了一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诬陷你偷盗，将你赶出家门。妈就是个恶毒的母亲。不，妈，我从未怪过你。没想到，到了最后，只有你会来找我。妈，对不起你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一定不，妈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不，我一定弥补对你的亏欠。妈，妈，妈，小树啊，你要听妈妈的话啊！啊，我会的，奶奶。哎呀，小树啊，明天啊，在青雨的生日宴上会正式公布你成为他的继承人。你今后呀，可要好好努力啊！放心吧，奶奶，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。我这是重生了，重生回到了5年前，我答应将秦树定为继承人的前一天。哼，秦树，上一世我视你为己出，要什么我给什么，却没想到养了一个恶毒的白眼狼。老天有眼，让我重活一次。你对我和小欢做的一切，我要加倍奉还。小树啊，你最该感谢的人是谁呀？是妈妈。谢谢妈。继承人，你想都别想！明天我只会将小欢立为我的继承人。好了，小树，上学去吧，要迟到了。好。小欢，妈，没事的，小欢，妈就是教教你。哦，快去上学吧，要迟到了。好的。老婆，小树只是上学去了，至于这么舍不得吗？哎呀，这话说的，小树可是青雨的心头肉，分开一会儿都抓心挠肝的，对吧，青雨？哎，妈，咱们去看一下这个生日宴布置怎么样了。哦，对，哎呀，青雨，最近你也辛苦了，就在家休息吧。生日宴的事儿就交给我们了。啊，好的，妈。好好休息。赵姐，夫人，
你怎么还没出门？这衣服是小欢的。夫人，这是我自作主张把小欢少爷的衣服拿来洗的，少爷他不知道。夫人，您别怪他。这大冬天的，他就穿这么薄的衣服。记得这个时候，我让小欢一放学就做家务，洗全家人的衣服，做全家人的饭，还不允许家里佣人帮他做任何事。夫人，您别生气，我以后不这么做了。不，你做得很对。夫人，您以后这些衣服就不要给他穿了，我亲自去买一些像样的衣服。你去把小欢的房间收拾一下，该添置的就添置，刷我的卡，不用省钱。从今以后，我的亲生儿子绝不能比一个养子过得差。夫人，您是认真的？以前是我心盲眼瞎，分不清好坏，但我现在看清楚了，我捧在手心里的，应该是我的亲生儿子，绝不是一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赵姐，你先去忙吧。好的，夫人。上一世就是赵姐最先发现秦树的真面目，而我却对秦树偏听偏信，把赵姐开除了。他是这个家里唯一对小欢好的人，幸好我还有机会弥补这一切。夫人，你给小欢少爷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？车上还有呢。你瞧我这个当妈的，也不知道自己亲生儿子喜欢什么，索性啊，鞋子、衣服、包包、手机，我全都给他买了。这些小欢少爷肯定都会喜欢的。啊，赵姐，我公司有点事要忙，等小欢回来，你把这些给他。好的，夫人。把我的东西放好，敢弄掉了，我跟你没完！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聋啊！好的。我妈为了庆祝我成为继承人，给我准备了这么多礼物啊！全球限量款钱包。小舒少爷，这些都是夫人卖给小欢少爷的。你说什么？这些都是夫人卖给小欢少爷的。放屁！秦欢在家里什么地位，你不知道吗？妈怎么可能给他买礼物？妈怎么可能给他买礼物？可是这些真的是闭嘴！小舒，你别打赵妈了。来，秦欢，你自己说，你配拥有这些东西吗？我不配，妈从来不会给我买东西。小欢少爷，我让你说话了吗？我再问你，你是从哪儿来的？我是从贫民窟来的。你身上都是什么味儿啊？我问你话！我身上都是臭味儿，都是穷酸味儿。哑巴，说话都说不清楚。我听不见，你再说一遍。小舒少爷，这些东西都是您的，我马上给您送到房里去。这还差不多。明天，在妈的生日宴会上，我将正式成为秦家继承人，掌管整个秦氏集团。亲生儿子又怎样？不过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穷鬼。
只配用我不要的破烂儿。你赶紧把东西给我拿上去，他一件都不许动，免得脏了我妈送我的礼物。小欢少爷，等夫人回来。不要告诉妈，妈要是知道我又惹小树生气了，她肯定会怪我的。不是这样的，小欢少爷，真是个可怜的孩子。夫人，你回来了。你这脸怎么回事啊？谁打的？夫人，秦树打的是吧？我送给小欢的礼物是不是被秦树拿走了？夫人，我已经如实说了，可是小树少爷他不信。喂，我要报案。上！这坑有病啊！你们快点，跟上，跟紧点，跟紧点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都准备睡觉了。把东西拿出来。什么？那些礼物是我送给小欢的，你凭什么拿走？送给秦欢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爸，奶奶，妈说那些礼物是给秦欢的。什么？老婆，秦欢从贫民窟回来，一身的坏毛病，你说你给他买什么礼物呀？就是能给这个野孩子一间房住就不错了，还给他礼物。妈，小欢不是野孩子，他是我的亲生儿子。我给我的亲生儿子买礼物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个秦欢又脏又臭，不学无术，他哪配你给他买那么多礼物？是啊，星宇，你平时不是最宠小树吗？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礼物是谁的就该是谁的，他强取豪夺就该受教训。哎，老婆，你别说了，回头小树生气了，你不是还得哄吗？把东西还回来！不，我从小在这个家长大，那个秦欢才回来几年啊，他凭什么抢走我的东西？我再说一遍，是你抢走了原本属于小欢的东西。最后问你一句，你还还是不还？这个秦欢只配拿我不要的东西，他要抢走我的东西，不可能。好，那就只能等警察来了。哎，这赵姐明确告诉过你，这些东西是我买给小欢的，你私自拿走，那就是偷是抢。这些东西总价值远远超过200万，足够你吃几年牢饭了。老婆，你疯了？那可是小树呀，你要报警抓他。小树，你妈只是吓唬你呢，她怎么可能报警抓她最宠爱的儿子呢？对，这样，小树，你随便选一件礼物出来，打发一下秦欢得了。我说了，全部的东西都要还回去。老婆，你，我也说了，不可能。你让警察把我抓走，就只有那个又脏又穷，话都说不清楚，没人要的白痴叫你妈了。谁报的警？你真把警察给叫来了呀？你当我跟你开玩笑呢？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呀？哎呀，老婆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这点小事至于报警啊？警察同志，误会都是误会，我们这里没有人报警，就是一点家事。对，不是误会，就是我报的警。这位女士，请简述案情。他偷走了价值远远超过200万的贵重物品，现在拒不归还。妈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哎，警察同志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小树就是他的儿子，怎么会呢？是啊，法不容情，只要有人报警，我们都会立案调查。至于嫌疑人和报案人的关系，不在我们的受理范围，除非报警人不再追究。哎，老婆，赶紧撤销报警啊！难道你真想看着小树被抓呀？哦，是啊，星宇，你都要把继承权给小树了，难道还在乎区区200万？
现在还不是彻底收拾他的时候，还得等明天。一码归一码，想让我不追究很简单，只要他把所有的东西全都还回来。小树，你赶紧把东西拿出来，明天奶奶带你去买，你要什么奶奶就给你买什么。对，快点，快去！给你1分钟的时间，不然今晚你就去警局过夜。哼！你这样你们满意了吧？警察同志，东西都在这儿了，我不打算追究了，麻烦你们了。行，没事，回头有事你再联系我们。再见，再见，辛苦啊，慢走啊。赵姐，你跟我一起把这些东西送去小欢的房间吧。好的，夫人。站住！谁让你把警察带进来的？是我吩咐他做的。你怎么能？哎，小树，小树，哎，小树啊，小树，小树。喂，宋总，根据您的安排，我现在就在你家门外。好，秦叔刚出去，你跟着他，他去了哪儿，说了什么，全都记录下来。好的，宋总。什么？你说你没钱？我操你妈的！上次你欠赌场200万，要不是我借钱给你，你他妈双手都被剁了。现在告诉我你没钱啊？你不会是以后都没钱了吧？啊！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圆圆，你听我说，我妈那个老女人肯定是担心太过偏袒我，所以想趁现在弥补一下她亲儿子。等明天她过生日，她把资产继承权交给我，到时候别说200万，2个亿我也拿得出来啊！真的？真的，绝对是真的。我妈那个老女人，她最宠我了。那就好。来，给我们点一首情歌对唱。等我拿到资产继承权，先把那对贱货母子赶出秦家。圆圆，到时候你帮我找人把他们手脚废掉，让他们生不如死。放心，亲儿一起来，大家一起干一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小树呀，奶奶给你打了50万，现在啊还有时间去买个生日礼物，让你妈呀开心开心。知道了，奶奶。一定给你妈好好选一选啊！你先准备一下，我们去开车。好。随便买个几十块钱的地摊货就行了，反正那个蠢女人也认不出来。之前我送的那些垃圾玩意儿，她都像块宝一样珍藏着，真是可笑。哼！进。宋总，这些是对秦树的调查报告。抽烟喝酒，霸凌同学，赌博，借高利贷，偷窃，哼，还真是无恶不作。我当初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宋总，您真的要把这个杨子定为继承人吗？当然不会。小杨，你去把确定继承权的文件重新拟一份出来，继承人改成我的亲生儿子秦欢。是。全家被秦树蒙蔽了这么多年，有了这些，就能将秦树彻底赶出家门。恭喜小树啊，即将成为秦氏集团继承人，掌管整个秦氏集团。我们小树啊，懂事又聪明，青羽选择小树啊，那是明智。那是，和小树相比，那个秦欢又蠢又笨，一天到晚畏畏缩缩的，一点大少爷的样子都没有。没错，亲生儿子又如何？
论能力和孝心，不及小树的一根头发丝呢。真没有。哎，那个是秦欢吗？好像是的，穿的还挺人模狗样的哈。谁让你来的？是小树。今天是青雨的生日宴，也是小树成为继承人的重要场合。你个贫民窟来的人，恶心死了！还不赶紧滚出去！滚吧！是我妈让我来参加盛宴。闭嘴！妈无非就是拿你来考验我，你就是我上位的垫脚石。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已经获得妈的欢心了吧？啊！你也不看看继承人是谁，就你也想跟我争宠？不，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你争宠。放屁！你穿着妈给你的衣服来跟我显摆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谁才是秦家的大少爷！打！给我打！直接踹他，用点力，使劲踹呀！那你是谁啊？敢和小树作对，我弄死你！穿的再好也是个穷鬼。哼！哼！谁让你给人来丢人现眼的？活该！哎呦，还给妈妈准备礼物了呢！啊！我给我，哎，我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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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啊，好玩，看他，我给我，走，给我！哎呀，来，我看看买了什么好东西啊！我给我，你给我起开！妈可是秦氏集团董事长，荣城数一数二的女强人，你就送这么个破围巾给她啊？哎呀，真是一辈子改不了贫民窟的穷酸气。知道小树送的什么吗？一条价值50万的珍珠项链。他那条破围巾，估计连10块钱都不值吧？我没有钱买礼物，这条围巾已经是我送给妈最好的东西了。你放屁！妈给你买了那么多好东西，你随便卖一个不就够了啊？买这么个破围巾来侮辱妈？那是妈送给我的东西，我怎么能……你装什么装？我让你装！我让你装！不要！还给我！这是我送给妈的礼物。你敢追我？啊！你只配和这个围巾一样，一辈子只配踩在我脚下。你还敢抢？我给我！抢！我今天就告诉你，谁才是秦家的继承人，你就待在臭水沟子里发烂发臭！谁说你是继承人了？小欢，你没事吧？妈，这是妈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，是我精挑细选的珍珠项链。妈，生日快乐！乖，妈，没事。哥一进来就骂我，说我就是个养子，根本
不配得到大家的疼爱。是啊，我没有。哥还说是我抢了他秦家大少爷的位置，他要把我赶出去，甚至还动手打我。我只是下意识的反抗。是啊，没错，是啊，没有。我们家呀，可都知道说小树是养子，还要赶他出家门。就这话，青羽是绝对无法忍受的。是啊，这一下秦欢可完了。那可不，去年谁无意间提了一句，青羽气得差点掀桌子。对啊，真的。小欢说的有什么错吗？什么？你本来就是养子，秦家大少爷本来就是小欢，怎么还不让人说实话了？你老婆，就算你想考验小树，也不能说这么过分的话呀。考验？我不跟秦树废话，现在我就正式公布我的继承人。小树，你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她把最好的给了你，但是毕竟还有个儿子嘛，怕外人说闲话，故意装的。小树，恭喜啊！咱们以后都是一家人，今后啊多多照顾了。是啊，我拿到继承权之日，就是你们沦为丧家犬之时。我公布，我的资产继承人是我的亲生儿子秦欢。秦欢这什么？怎么给他了呀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说什么？你要把继承人的权利交给秦欢？不，我不同意。我做的决定，还轮不到你来同意。老婆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之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把继承权给小树，你这怎么突然就变卦呀？老公，我这么做是因为秦树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我这有证据。我也不同意。小树从小在我秦家长大，他就是我的亲孙子。秦欢算什么东西啊？这继承权必须给小树。小树，你放心，你的继承权谁也抢不走，你爸和你奶奶永远支持你。儿子，你说句话呀！你看你老婆把你儿子气成什么样子了？妈，你说的对，秦氏集团毕竟姓秦，我跟妈也是有话语权的，我也不同意把继承权给秦欢。你们很清楚，秦氏集团是我从零做起来的，要是没有我，秦氏集团就还是当初那个连个办公室都没有的小作坊，所以我的资产我说了算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讲理啊？老公，我等会儿跟你说。小欢，签个字，你就是我的法定继承人了。小欢，没关系，别害怕，有妈在呢。不，秦氏集团必须是我的，绝不能给秦欢，绝不能给秦欢。就凭你的所作所为，继承人就不可能是你。这书已经被我撕了，我得不到的，秦欢也别想得到。随便撕，我那还有原件呢，要不要再打印个几百份给你慢慢撕啊？你疯了吗？小树做错了什么啊？你要这么对他？哎呀，老婆，你到底做什么呀？你这么伤小树的心，他这辈子都没法原谅你。你赶快给他道个歉，重新把他定为继承人，这事儿啊，说不定还有转机啊！哎呀，星宇啊，小树秉性纯良，乖巧懂事，你把秦氏集团交给他，一定能助你更上一层楼。是啊，反观秦欢，他从小就在贫民窟长大的，你看他这底层人样，一身撒谎成性、偷鸡摸狗的坏习惯。你把继承权给他，肯定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家就会破产的。妈，那是因为你们没有看清楚秦树的真面目，你们都被他蒙蔽的太久了。等一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。小欢比秦树好1000万倍。宋青雨，你装什么失忆呀？你之前对秦欢说的话，你都忘了吗？对，我承认，但是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，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去弥补小欢。
哎呀，你们别再说了，这件事我已经做好决定了。你很清楚，这个文件只是走个形式而已，决定权在我。小欢现在已经是我的继承人了，而你，别想从我这里拿到1分钱。秦叔，你他妈的敢耍我！苏青雨，你这个言而无信的臭婊子，贱人！这些钱都应该是我的，秦家的一切都应该是我的。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回家教。就是啊，他怎么这样啊？你笑什么？你这个贱人笑什么？各位，秦树说的话你们都听清楚了吧？我养了他10几年，让他住别墅，让他锦衣玉食，他要什么我给什么，可谓是言听计从。溺爱他到我自己都失去尊严的地步，我不求他对我感恩戴德，但对我应该有最起码的尊重吧。可他呢？刚才他说的都是他心里话，在他心里，我就是这么不堪。既然如此，我为何要把继承权给他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没事，小树，有奶奶在。小树会说那些话，还不是被你逼的？小树这孩子本来气性就大，要不是你把他气成这样，他能这么激动吗？是啊，老婆，小孩子生气说的气话，你呀就不要上纲上线了。对呀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吗？妈，我就随便说了2句重话，你就这样说我？就是你干嘛对孩子说那么难听的话呀？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怎么办？小叔啊，一直都是个好孩子，我觉得你不想把继承权给他，就如此激他。这一次你做的真是太过分了。好，那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这个秦树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这多少钱？高吧，150。80。哎，行，就80。宋青雨这老女人也配我送她超过100的东西？这是小树吗？看着像，声音也像。小叔给他妈妈花80块钱买的假项链，不是说价值50万吗？不是我，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这就是小树啊！是。秦树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妈，你给了他50万买礼物，他只花了80，剩下的499920全都装进了他自己的口袋。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偷梁换柱、中饱私囊，这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秉性纯良的好孩子。就是啊，怎么这样？他怎么这样？换住我，一看就是会这坏。你竟然跟踪我，你是故意的？不然呢？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所以才会去举证。你够了，宋星宇！我给小树钱让他去买东西，剩下的钱就是给他零花的。这条项链虽然便宜，但好歹也是小树的一番心意呀！你别不知好歹。奶奶，你看你把孩子吓成什么样了！妈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袒护他？小树就是我的心头肉，我不许任何人欺负他。行了，你也不差这50万的东西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。好，那我就让你们彻底看清楚秦树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圆圆，他拍了我买项链的视频，那之前我去找你，他肯定也拍了，帮帮我。我怎么帮你？难道我还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绑了他吗？圆圆，滚开！是你自己蠢，身后跟着条尾巴都不知道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圆圆，你必须得帮我，要不然我就完了。这就是你自己的事了，如果还不上钱，下场你清楚。不要不要！等我拿到继承权，先把那对贱户母子赶出秦家。圆圆，你找人废掉他们手脚，让他们生不如死。放心，轻而易举。这，哎呀！
呀，这怪不得青羽不把继承权给小树呢。是啊，要是我亲手养大的儿子说要非我手脚，我非得气死不可。青羽啊，这都算冷静的了。我是真没想到，小树居然这么坏。就算是小树做错了事，也可以私下说呀，非得当着所有人的面啊！没错，我就是要当着所有人的面，让他们看清楚秦叔的真面目。你不是这样的，你们都被他给骗了！天哪！怎么这样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这样啊！你瞧瞧，天哪！这些就是秦树品行恶劣、恶毒不堪的所有证据。睁大你们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这就是你们口中所谓的知书达理、懂事乖巧的好孩子。小树，这些都是你干的？不是我，这不是我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这些证据是铁证，你是赖不掉的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你这样把我全毁了！为了未来不被你这个坏种弄得家破人亡，为了给小欢和自己一个安稳清静的未来，为了给秦家除害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这一巴掌，我打你狼心狗肺如你恩人；这一巴掌，我打你狼子野心不择手段；这一巴掌，我打你鸠占鹊巢耻我绝户；这一巴掌，我打你恶毒至极害人性命。够了！哼，小欢，好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妈，妈，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，他现在已经……小欢，这是妈收到过的最好、最漂亮的礼物，是妈这辈子最珍贵的礼物。小欢，谢谢你。妈，生日快乐！再怎么样，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呐！你们自己说，像他这种谎话连篇、不择手段、害人利己的人，我该不该揍？宋青雨啊，好歹今天是你自己的生日宴，能不能不要这么闹啊？我闹？秦建业，你是眼瞎了还是耳聋了？明明是秦树他……别说了，不管怎么着，他始终是我儿子。秦建业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证据都摆在你眼前了，你怎么还维护他呢？是不是非得等这个坏种把我们弄得倾家荡产了，你才满意啊？那又怎么样？我相信小叔啊不会做得太过分。再说了，就算他做了，我秦家家大业大，我也能替他兜着底。家大业大，这个家靠谁？你心里清楚。他吸的是我的血，你当然不在乎了。那你说，你想怎么做？将秦树赶出秦家，报警。他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，不需要我追究，法律自然会惩处他。不可能！我不同意。爸，奶奶，我不要去坐牢，我坐了牢，我这辈子就毁了。爸，奶奶。小树是你亲手养大的儿子呀，你怎么舍得让他去吃牢饭？哎呀，对呀，青雨，毕竟小树是在你身边长大的，这情感深厚的，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啊！啊，是啊，小树呀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他一定会改过自新的。哎，对，大人大量。你再商量商量啊。小树啊，在我身边生活了10多年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他。青雨啊，你就听我的，这次就算了吧。算了吧。不可能！秦树，现在立刻马上必须滚出秦家！宋青雨，你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别以为你对秦氏有功就可以蹬鼻子上脸，我告诉你，你才是我秦家的外人，我不许任何人赶走我的亲孙子，没门儿！亲孙子？你在说什么呢？宋青雨，你是聋了还是听不懂人话？告诉你，小树是建业的亲生儿子，是我的亲孙子，该滚的人是你。秦建业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妈说的没错，小树的的确确是我的亲生儿子。这件事啊，我
我原本可以不说的，让你做一辈子的安稳富太太，可你非得闹，非得赶我的亲生儿子离开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得让你明白明白，这秦家到底是谁说了算。爸，原来我是你的亲儿子。放心，儿子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。怪不得，你们一直都在维护秦树。原来他是你们的亲儿子、亲孙子，你们把我骗得好惨呀！我为你们秦家殚精竭虑，可是你们竟然就这么对我！放屁！要不是我秦家给你提供平台，你就是个废物。别以为你自己做出点成绩就敢耀武扬威，就凭你也想赶走小树？小树要赶走你和秦欢有什么错？小树永远是我秦家的大少爷，无论他做什么，我们都支持他。可是小欢也是你们的亲孙子、亲儿子呀！宋青雨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我根本不爱你。我秦建业此生只爱过一个女人，和你生的孩子，我又怎么可能会在乎？当初若不是看你有点能力，我怎么会和你结婚？那个女人是不是你的初恋苏欣？她16年前癌症去世，没想到你跟她竟然还有一个儿子。没错，她是我最爱的女人，我跟她生的孩子自然要接到我身边来生活。刚好秦欢自己乱跑被拐卖，正好给了我这个机会。我原以为你们是一直被蒙在鼓里，没想到你们为了接秦树回来，在我面前一直演戏。原来你们一直都算计我。你和我儿子的离婚证书早就准备好了，谅你这些年一直很宠爱小树，我压根就没打算拿出来。没想到你今天跟吃错药一样，要赶走小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另外还有你名下的资产早被我转移了，如果说你老老实实的把继承权给小树，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可你非得闹啊，纯属活该。你说什么？哎，老婆，来签个字。老公，这什么呀？家里的几份财务报表。好。搞了半天，原来你才是外人啊！是啊，你有什么资格去赶走小树？你享受了秦家这么多的荣华富贵，你应该感恩戴德。让我感恩戴德？你摸着你的良心说，秦氏集团要是少往你脸上贴金，也不看看本金是从哪儿来的。要不是看你有本事，家里的事儿能让你做主吗？现在秦氏集团早已步入正轨，根本就不需要你。我真傻，我一心一意的为你们家付出一切，可是你们呢？到头来，我得到的却是背叛和羞辱。离婚，好啊，求之不得。妈，没事的，小欢，就算离开了，咱母子俩也饿不死。宋青雨，你可想好了？虽然你是秦氏集团的总裁，但你只有管理权，没有占有权。你跟我儿子离婚，就只能净身出户。如果你想打官司，秦氏集团整个法务部奉陪到底。你们秦家的钱太恶心了，我一分都不会动。宋青雨，你可想好了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把秦欢赶出去，你还能当个富太太。妈，这个野种就是个天生坏种，你们就等着被他吃绝户吧。等到了那一天，可别后悔。你个贱人，没人要的老女人，有什么资格说我贱种？你滚！
给我滚出去！对呀，滚出去！快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你们秦家令人恶心，这个家我1秒都待不下去。小欢，我们走。滚吧，快滚吧！好了，小树，那个坏女人呀，已经被我们赶走了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。以后呀，你就跟着你爸和奶奶我过上好日子。是啊，小树，是爸之前对不起你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秦氏集团秦家的名正言顺的大少爷。谢谢爸，谢谢奶奶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孝敬你们。宋庆宇走得正好，让我们好好庆祝吧。好，干杯！妈，没关系，以后我保护你。好孩子，就算你和爸和秦建业离了婚，我也可以找工作，也可以照顾好你的。妈有你真好。没想到他们一直都在算计我，都怪我只顾着埋头工作，竟没察觉他们早将秦氏集团的股份转移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小环，咱们先找个落脚的地方，以后的事再说。走吧。迎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青雨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找我？要不是你当年对我的帮助，我也不会一步步成为大夏新晋首富。原来新闻上说的首富真的是你啊！青雨，今天是你生日，我一直派人找你，直到后来才打听到你的消息。秦家的宴会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你们没事吧？青雨，秦建业他不是个东西，你跟他离婚对了。今后你和孩子由我来照顾。这……青雨，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等你，你嫁给我吧。这……迎风，青雨，当年我一直追求你，可当我回过神来，你已经选择了秦建业。可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等你。都怪我当年有眼无珠，嫁错了人。这些年，我为秦建业、秦树付出了那么多，太不值得了。要是能重来，我……青雨，现在也来得及。迎风，你先起来。今天我和小欢经历了很多，也受了很多打击。你突然这样向我求婚，我有点乱。你让我们缓缓，也让我考虑考虑，可以吗？好，是我太唐突了，吓到你们了。这样，你们先去我那儿先住下，后面的事情我们再慢慢商量。还是送我们去酒店吧。也好，那我送你们去苏氏集团旗下的酒店休息。那就麻烦你了。来，走，走吧。青雨、小欢，你们先好好休息。青雨，有事情随时联系我。谢谢你啊，迎风。青雨，你别跟我这么客气。如果当年没有你，也没有我的今天。有眼无珠的是他们秦家，他们不知道失去了怎样一个珍宝。青雨，就算最后你没答应我的求婚，苏氏集团总裁的位置，永远给你留着。以后再说吧。那我们先上去了。谢谢苏叔叔。去吧。妈，走吧。哎，还是太着急了。
没有拿出诚意啊。小张，你去准备一下，我要正式向青雨提出求婚，不能像刚才那么潦草。好的，苏总。哎，一会儿啊，你想吃什么就跟妈说啊，不用客气。哎，哎呀，你这个衣服啊要拉好，别着凉了，知道不？我儿子真帅，这基因啊随妈。哎呀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！终于赶走了宋青雨这个祸害。不过昨天没尽兴，咱们今天啊可得好好的庆祝庆祝啊！谢谢爸。喂，啊，宋青雨那女人一走啊，我们秦家的氛围轻松的不得了啊！你看小叔现在多开心啊！我不想再让那个老女人回来了。放心吧，这个家谁爱待谁待，我永远都不会回去。宋青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真不要脸！你跟踪我们，我和爸爸奶奶是不会原谅你的。你想回秦家，绝不可能。跟踪你们？酒店开门做生意的，谁不能来？宋青雨啊，你净身出户，拿不到我们秦家1分钱，还敢来这苏氏集团旗下7星级平天酒店消费？我看他就是舍不得以前富贵的生活，还以为自己是秦家夫人。打肿脸充胖子。我跟秦建业已经离婚了，跟你们秦家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和小欢做了什么，需要向你们解释吗？哼，还嘴硬呢，看你还能扑腾几天？到时候呀，你也只能去餐厅端端盘子呀，去工地搬砖，离开秦家呀，谁还拿你当公司总裁呀？做梦吧你！宋青雨啊，我呀也是念起夫妻关系的。虽然呢，我和你没什么感情，但是你和秦欢要是活不下去了，可以啊来秦家找找我们，我们说不定发发慈悲，赏你们个几百几千的，不至于让你们饿死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没想到你就是个狼心狗肺的畜生。我就说嘛，这秦树这个坏种怎么能坏成那样？原来是有其子必有其父啊！你说什么？你敢侮辱我爸？最好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你现在可是跟秦氏集团的总裁和大少爷对话。哎呀，秦建业，这些年你管过什么？秦氏集团所有的业务都是我亲力亲为，所有的客户都是我谈成的，你就是个甩手掌柜。没了我，你们秦氏集团就等着倒闭吧，我们拭目以待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秦氏集团没了你，就和没了一堆垃圾一样。我告诉你，没了你，我爸轻轻松松就接上手了。况且，我这么聪明，有什么事儿我能办不成？有我的协助，我们秦氏集团绝对能蒸蒸日上。是啊，说的没错，还是我们家小树懂事、有能力又孝顺，不像某些白眼狼吃我们秦家的，用我们秦家的，到时候还赶小树走，真不要脸。好，我就看你们能折腾到什么地步。站住！你们还想干什么？没事，小欢。怎么，秦大董事长婚内出轨，养私生子，如今更是和原配离婚，将原配和亲生儿子赶出家门，现在还想纠缠不休啊？宋青雨啊，我没时间跟你扯嘴皮子，我只想告诉你，你的信用卡、银行卡都已经被我冻结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花不出去1分钱。什么？苏总，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好，带上人，跟我去酒店。什么？怎么，现在害怕了？宋青雨啊，你的银行卡都是通过秦氏集团
开的户。想冻结你，我们只是动动手指头这么简单。哟，是谁还大言不惭说不拿走我们秦家1分钱？结果现在急了吧？无耻！那些钱都是我这些年在秦氏集团的工资和股份，那都是我应得的，跟你们秦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凭什么？就凭我们是家大业大的秦家，是荣城豪门，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哈哈，怎么的？不服啊？不服就告我们！要和我们整个法务团队作对啊！啊，随便拖你们个10年8年，你和秦欢早他妈饿死了！哎呀，还是我们小叔有法子，想出一个主意啊，就轻松把他给拿捏了。哎呦，你刚才那神气劲儿呢，现在怕了？哎，你现在给我们跪下，求我们可以考虑，每个月给你们500块钱额度，这样你和小欢啊还能多吃2顿饱饭。你们全家都会遭报应的。哦，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今晚上你就得沦落街头，一个被扫地出门的老女人，没有我爸，看哪个男的还会要你？谁说他没人要？迎风，青雨，别担心，有我在。我的女人，没人能欺负。秦总协100斤黄金，5000万现金，100亿支票，苏氏集团50%股份，苏氏集团总裁之位，向宋千羽女士求婚。青雨，现在你愿意嫁给我了吗？什么？这些都是真的吗？迎风，你先起来。怎么可能啊！那宋星宇就是给我们秦家打工的废物，怎么可能认识一个出手这么大方的人？你是谁？你不配知道我的身份。我知道了，你是这个老女人请来的演员吧？演员？哦，那这么说，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喽？哦，这些一看就是道具啊。宋青雨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不就是接受不了被我们赶出家门的事实，心里不平衡，所以找这么一群短剧演员来给你装腔作势，演这么一出戏，来挽回自己的面子吗？哎呀，宋青雨啊，宋青雨，你真是太可笑了！哎，这么大一把年纪了，还玩这种戏码？你真觉得随便找一个男人就能让我吃醋，然后求着你回家？告诉你，做梦！宋青雨，你永远是被我们家赶出去的一条狗！住嘴！记住你们今天说的话，我会让你们后悔终生。哎，问一下，他给你多少钱啊？我给你2倍。趴下来，给我学狗叫听听。住嘴！不得对苏总无礼。哎呀，现在这短剧演员都挺敬业啊！啊，是啊，哎呀，这短剧演员演得太好了，儿子呀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影响我们小叔的心情。哎，来，你们都收工了啊，赶快找个人把他们赶出去吧。喂，张经理啊，哎，你们平天酒店有人在这儿招摇撞骗，这事儿你不管管？好，哈哈哈。看见没？我们秦氏集团可是平天酒店的大客户，这儿的经理啊都认识我吧？我告诉你，
这一切本来都应该是你的，你非得赶我出家门。现在你什么都没有，是吗？谁敢在我平天酒店闹事？就是他们，给我轰出去！苏总，什么？苏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张经理，你怎么喊他苏总啊？他们都是骗子！给我闭嘴！他是平天酒店的老板，苏氏集团的董事长。我看你们才像骗子。苏氏集团董事长，那可是全国有名的首富苏迎风啊！怎么可能会是他呀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苏迎风怎么能看得上宋清雨这个老女人呢？对呀，张经理啊，是不是搞错了？宋清雨啊，是我们秦家的儿媳，她刚跟我儿子离婚，被赶出家门的，怎么可能？你这没有脑子的东西！你敢骂我们？我爸可是秦氏集团董事长，我告诉你，得罪我爸，跟你没完！你行了，不用跟这些蠢货废话。青雨，他们太闹了，要不要把他们赶出去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赶我们出去？我不想再看到他们。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轰出去！是。哎，出去干什么？出去！放开我！我是秦家大少爷。即日起，秦家所有人列入酒店黑名单，放手！不允许他们再踏入全球所有的平天酒店半步。青雨，这个迎风，你还是先收起来吧。那这些呢？迎风，你对我的帮助我非常感激，但你送我的这些，我实在是承受不起。你让他们都带回去吧，这么举着也怪累的。青雨，这都是我的诚意啊。那好，就算你现在不答应我的求婚，但是当年如果不是你为我指点迷津，为我做商业规划，我也不可能有今天。于情于理，我苏氏集团应该有一半都是你的，这些都是你应得的。迎风，我知道你是个有责任心、懂得感恩的好人，但是你送我的这些，我也没有地方放呀。你忘了，我和小欢现在可是连家都没有的丧家之犬哦。还是我考虑不周了。这样，等你和小欢安定下来，咱们再从长计议。这就对了嘛。小欢，上次匆匆一别，什么都没准备。这是瑞士银行的一张黑卡，1个亿的额度，就当是咱们的见面礼。这太贵重了。青雨，给你的你不要，给孩子的就别推辞了吧。没事，小欢，收下吧。谢谢苏叔叔。正好中午了，咱们一块吃个午饭。好。苏总，我马上去安排。走吧。哎呀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个男人真是苏迎风啊！不可能，那男的绝对是宋清雨找来的演员。对，堂堂大厦首富，怎么可能跟宋清雨求婚呢？那他们怎么会听宋清雨的呀？爸，奶奶，你们想，咱们秦氏集团之前一直是宋清雨在掌控，大小事务都是宋清雨在安排。这平天大酒店的经理肯定只听宋清雨的呀。对，宋清雨利用秦家给他的身份和他们沆瀣一气，他们早就串通好了。对，一定是这样，还是我们小叔聪明。没想到宋清雨是这种人，真是个白眼狼呀！他有今天，全是我们秦家给的，他居然还敢把我们点出来，我就跟他没完！哎，奶奶，哎，对了，今天不是宋清雨的妈，我那个穷酸外婆的寿宴吗？爸，你和她离婚的事儿，她娘家肯定还不知道。今天就让她在娘家丢尽脸面，让宋清雨
给我们跪下，磕头认错。好主意。这事儿恐怕不妥吧？毕竟啊，宋晴雨被我们赶出了家门，而且是净身出户啊。爸，他都这样对我们了，我们还要在乎他的感受啊？就是，小树说的对，他无意，我们无情。就是，宋晴雨用你给他的一切找人演戏，故意气你，还串通酒店让你丢面子。不管你做什么，都算不上过分。好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那去宋晴雨娘家的事儿，妈，回头你准备一下，我待会儿啊去一趟沈氏集团，跟荣城首富沈总见个面。如果说能跟沈总谈下这笔生意，那咱们秦家以后就一飞冲天了。哎，对了，小叔，待会儿跟我们一块儿去长长见识，回头好接手秦氏集团。爸，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。好。来，多吃点啊。谢谢妈妈。妈，苏叔叔，我吃饱了，你们先吃，我下去逛逛。小欢，你这都还没吃呢。哎呀，妈妈，我真的吃饱了。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小欢这孩子真懂事。他确实很懂事，是个贴心的好儿子。我以前对他很差，但他还是一直很尊重我。哎，我本想着好好的弥补他，结果让他经历这样的事，你瞧我这个当妈的，是不是很失败？迎风，谢谢你。小欢他吃了很多的苦，要不是你及时出现，我都不知道。晴雨，小欢在外流落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回到家，又碰到一个不把他当儿子的父亲。他现在有一个非常爱他的母亲，但唯独缺少了父爱。想要弥补小欢，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。晴雨，相信我，我会是一个好父亲、好丈夫。当然，我不是拿小欢绑架你，这一切都遵循你的心意。我明白的。妈，苏叔叔是好人，我可不是收了苏叔叔的礼物才这么说的。相信妈妈比我更了解苏叔叔。妈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平安幸福。我相信苏叔叔是可以给你幸福的人，这次可不要错过喽。这个孩子，迎风，戒指呢？啊？你向我求婚的戒指啊？怎么后悔了？不，晴雨，你同意嫁给我了？哎呀，好了，迎风，这里就我们两个，别动不动就跪。好。迎风，等会儿吃完饭，咱们就去领证吧。不用这么着急吧？我认定的人，那就是一辈子。我们俩现在已经是夫妻了，或早或晚都是一样的。好。晴雨，今晚你和小欢就搬到我那儿吧，让我好好照顾你们。今晚恐怕不行，今晚是我妈的寿宴，我得去给她祝寿。哦，那我应该去见见丈母娘了，应该。到时候备一份厚礼，直接过去。好。哦，对，我得通知一下沈秋，让沈秋去给咱妈祝寿。沈秋？荣城首富沈秋？对，他在我手下做事很多年了，在荣城，大部分人不认识我，
但都认识沈秋，有这个地头蛇坐镇，你娘家在荣城也算是新贵了。谢谢你啊，迎风，你真的太好了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沈总，您看，沈总，这是我儿子秦树，这份策划书啊，基本上都是他做的。苏总，您说，好，我明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哎，沈总啊，你们请回吧，我还有事。那咱们再约个时间。不用了，你们那个投资书做的狗屁不通，不要再来浪费我的时间。哎，沈总是。爸啊，他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没事，小叔，这沈总啊，可是荣城首富，眼光高一点很正常嘛。这投资书我辛辛苦苦做出来的，我花了整整半天的时间呢。他说狗屁不通，爸，你说我这投资书做的怎么样？爸也没看出有什么毛病啊。什么狗屁首富，有眼无珠，戴个眼镜，挂个丝巾，装什么装呀？嘘，小声点，小声点。我那穷酸外婆的寿宴时间快到了，算了，先去搞定宋清雨那个老女人。妈，苏叔叔，我给你们拍张照片吧。还叫叔叔啊？爸，好小子，靠近一点，放轻松，别紧张，头再靠近一些。对，笑，真好看。迎风，你说的对。一个完整的家庭才是对小欢最好的弥补。我从没见过他这么活泼过。这是我的责任。青雨，我有一个工作要处理，你跟小欢先去妈的寿宴，我随后就到。好。哎呀，是啊，好久没见了，恭喜恭喜啊！是啊，走吧。祝您生日快乐！是，妈，哎，青雨，小欢，外婆生日快乐！妈，生日快乐！好，快乐快乐。哎，建业和小树怎么没来？这建业不来，这寿宴怕是办不下去喽。青雨，你妈可是整天念叨她的好女婿呢。建业人呢？是不是还在外面？秦建业不会来了。什么啊？不来了？这妈，怎么不来了？我和秦建业已经哟，打了一辈子工的老女人，给自己妈办的寿宴挺热闹啊！亲家母。建业、小树，你们可来了！妈，快入座，入座。哎，谁是你亲家母啊？少跟我们秦家攀关系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的好外婆，你不会以为我们真的来给你祝寿的吧？看你一身穷酸样，你也配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和宋清雨已经离婚了。什么？离婚了？这青雨啊，你糊涂呀！你怎么能和建业离婚呢？是这个老女人恶毒无耻，不仅要把我赶出秦家，还借着秦家的名号侮辱打骂我。是我们把她赶出了秦家。什么？
宋青雨，你把我们宋家的脸都丢尽了！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？快给建业道歉呐！道歉，道歉，快道歉，快道歉！他们都在胡说，明明是秦建业背叛了妈妈，秦树是他和别的女人的私生子。啊？私生子？青雨，这是真的吗？哎，这有什么呀？秦建业不过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。你之前不是一直把小树当亲儿子养吗？是不是亲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就是，我们好些人还在秦氏集团工作呢。你和建业离婚，我们怎么办？对呀，宋青雨，做人不能这么自私啊！太自私了呀，这人。是啊，青雨，太自私了，你这太自私了，太自私了。青雨，你还是和建业道歉，求他和你复婚吧。妈，连你也……青雨啊，你要是离开了秦家，你和小花以后怎么生活呀？小花还这么小，为了以后的日子，你还是忍忍吧。妈，你不能只考虑钱呀！秦家出了这样的事，你让我和小欢怎么待在秦家呀？更何况，我和苏迎风已经……你听妈的，妈是过来人，你爸当年走得早，我们娘俩过的是什么日子，你都忘了吗？现在这个社会没有钱寸步难行啊！你不好意思，妈去。亲家母、建业、小雨不懂事，我在这里给你们道歉了，你们就原谅他这一回吧。一句轻描淡写的道歉就可以解决问题了，你脸真大呀！小树，只要让你爸妈不离婚，让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呀。妈，你别管，我来处理。真的做什么都可以？对，小树，你就劝劝你爸跟你妈复婚吧。行啊，让这个老女人给我们跪下，磕头认错。什么？跪下？来，你们来看看，老太婆这寿宴能办得起来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秦家。我们秦家让你们挣了钱，让宋青雨挣了钱，你们才过上好日子。没有我们秦家，你们吃鸡毛的寿宴，回家吃盒饭去吧。哎呀，这宋青雨，都是你的错，你跪下是应该的。赶紧下跪，给建业他们全家道歉。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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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跪
下！大家都安静，听我说。建业，小树，我替青雨跪好不好？我跪！妈！谁敢让我老婆和丈母娘下跪？哎，对呀，这是谁呀？没见过呀，这没见过他。哎呦，对啊，迎风，你来了。没事吧？这小伙子他……妈，我叫苏迎风，是星宇的现任丈夫。什么？妈，我和秦建业离婚以后，就和苏迎风领了证。妈，我今天是特地来为您祝寿的。苏氏集团董事长为老夫人奉上3份寿礼，第一份2000万现金支票1张。哦，2000万，这么多，2000万，这么2000万。第二份限量级豪车1辆，哇，豪车一辆啊！豪车呀！第三份滨江别墅1栋，别墅，了不起啊！宋青雨，演戏演到你妈的寿宴上来了。演戏？没错，这男的就是宋青雨请来的演员，今天给我们演了一场，被我们识破了，还死性不改呢。今天要不是我们在这儿，你们就被他给骗了。什么？那些都是假的？不是假的是什么？不然你真以为会有男人给宋青雨花这么多钱？哎，你们知道苏氏集团董事长是什么身份吗？那可是首富。宋青雨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堂堂首富凭什么娶你啊？就是，这要是被苏首富本人知道了，非要你命不可。宋青雨啊，
我劝你别再装了，还是乖乖的跪下来，给我们道歉吧。青雨，妈不需要你用这种方式来撑场面，你过得好就行。你还是和我一起给介爷他们道歉吧。哎呀，妈，你就信我们一次啊！信他们？嗨，老太婆，你要是离开了秦家，你的好女儿、好孙子，明天就上大街要饭去。青雨啊，你再这么冥顽不灵，我就和你断绝母女关系。妈，你说什么？青雨，你别怪妈，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和小欢沦落街头啊！荣城首富、沈氏集团董事长沈秋前来为谢老夫人祝寿。妈！哎呀，堂堂荣城首富，怎么会给一个没权没势的糟老婆子祝寿？对，肯定是这个老女人诱孤人演戏来了。刚才找人冒充苏首富，现在又在沈总的地盘上作妖。钟青雨，你想要死，你死远远的，可别连累我们。就是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有今天，立马下跪道歉，不然怎样？你将我赶出家门？你做下这种事，连累我们遭殃，把你赶出去都是轻的。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，把我们逼急了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你们要对谁不客气啊？沈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没听明白？我自然是来给谢老夫人祝寿的。这不可能！他真是荣城首富沈秋。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沈总，没有错。难道他们是真的？苏总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苏总啊！苏总，无妨。他到底什么身份啊？能让沈总还尊他为一声苏总？快别说了，这还不够明显吗？这么说，宋青雨现在是首富夫人了。沈总，你肯定被他们骗了。这男的能看上宋青雨这个一无是处的女人，他肯定不是苏迎风。我20年前就跟着苏总做事，你的意思是，我眼睛瞎了，连人都认不清了？大家都给我看清楚了，这位便是我大夏首富，苏氏集团董事长苏迎风，苏总。苏总，苏总，苏总，青雨，他就是苏迎风。当然了，妈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不可能！你们串通起来骗我们，你们都是骗子！骗子！闭嘴！我沈秋是体面之人，别逼我动手杀你。沈总都出面了，哪还会有假？哼，秦家真不是个东西！出轨，养私生子，还把我们青雨赶出家门，你们等着挨收拾吧！你们，秦树，你这个白眼狼，小野种！你有什么资格在青雨和苏总面前大放厥词？你们，秦建业，这就是你秦家养出来的好儿子？小叔，别说了。谢老夫人，荣城沈秋在这儿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特此奉上沈氏集团旗下2处超10亿资产，转让给您作为寿礼，还请您笑纳。10亿！这怎么能行？这太贵重了呀！老夫人，这相比于苏总对我的扶持和恩情来说，算不得什么。何况您还是苏总的丈母娘，孝敬您也是应该的。可我完全不会管理什么资产呀。妈，您可以把资产交给青雨和小欢来打理。青雨的能力可不输给我们任何人，况且小欢还年轻，学东西很快的。不错，您放心，我也会全力扶持夫人和少爷的。什么？这个秦欢，他凭什么？妈，他们秦家
说青羽和小欢离开他们秦家，只能饿死。现在青羽和小欢过的只会比秦家好10000倍。妈，这下您不用担心了。不担心，谢谢了。当然不用担心了，青羽现在是首富夫人，今后我们宋家就是这荣城第1家族了。没错，从今以后，秦家只有在我们脚下乞食的份儿。是啊，不可能！宋青羽这个女人，怎么会被首富看上？凭什么？秋，你个不识好歹的东西！我这么聪明，这么有才，你说我的投资书是狗屁不通啊？凭什么给他们那么多资产？他们也配？像你这种道德沦丧、品质恶劣之人，也配叫嚣苏总家人不配？你们秦家就是一群垃圾！你别说了你，沈总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您千万别跟他一般计较啊！年纪小不是口无遮拦、目中无人的借口，他就是心肠歹毒的天生坏痞。你们秦家敢对苏总和夫人不敬，从今日起，我沈氏集团将彻底封杀你们秦家，断绝一切与秦家的合作。放出话去，在荣城胆敢有任何人跟秦家合作，便是与我沈秋为敌。是，沈总，你起开！沈总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次机会好不好？沈总，再给次机会，沈总啊！呀，那个我们是无心的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你是苏总啊。哦，现在知道是苏总了才这样，但倘若换成是普通人，是不是就任由你们秦家无端羞辱？你们秦家就等着破产吧！老婆，我们错了。你别来恶心我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青羽啊，那个正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和建业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也是你婆婆呀，就帮我替苏总求情吧。在你们恬不知耻、高高在上说出秦树就是秦建业的亲生儿子时，将我和小欢无情地赶出家门时，你们怎么没想过一日夫妻百日恩呢？你们这嘴脸，我早已看清楚了，想让我求情，不可能！起来！你别给这个老女人道歉！起来！哎，你个老东西，你装什么？哎呀，小树，给你脸了！真以为我不会动手打你？你可打我！你算什么东西？别说是打你，再敢出言不逊，我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！小树啊，把秦家这几个垃圾给我拖出去！哎呀！免得影响苏总和夫人给老夫人祝寿。走开！青羽啊，刚才是我们说话有点重，我给你们道歉，对不起啊。别往心里去，别往心里去。青羽，我们刚才也不知道你和苏总的关系啊，我们都是被秦树他们误导了。对，青羽，刚才是我们太着急了。我一直害怕你跟小欢今后的日子不好过嘛。我们也是出于好心啊。行了，先给我妈过生日吧。先祝寿。好，我的好闺女，我的好孙儿，还有我的好女婿。哎呦，大家吃好喝好啊！吃好喝好。宋青羽这个不要脸的贱女人！爸，奶奶，她刚跟你分开，就找了别的男人，我看他们早就勾搭到一块了。你们怎么不说话呀？今天宋青羽和秦欢让我们丢了这么大的脸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哎呦，我说小树啊，你就消停会儿吧，那可是大夏首富苏迎风，咱们能斗得过吗？该死的宋青羽，居然找那种大人物来对付我们，真是个白眼狼！爸，你就不想知道宋青羽和苏迎风是怎么认识的吗？哎呦，调查清楚了又能怎么办？
能改变咱们现在的处境吗？啊！也许当初把宋清宇和秦欢赶出家门，就是天大的错误。爸，他们当时可要赶走我呀！不行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不甘心。喂，什么？已经有5家企业跟我们终止合作了。已经有5家企业跟我们终止合作了。什么？好，马上回公司。爸，什么？沈总是认真的？他怎么下手那么快？等等我呀！秦总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5家企业不是跟我们都签过合同吗？秦总，他们说宁愿和我们法院见，也要强行终止合作。什么？他们还说什么？别墨迹！他们说秦氏集团没有诚信，要全程通报，以后不会和秦家任何一个人合作，甚至还要将我们拉入黑名单，通告全城，让其他企业知道秦家人的真正面目。什么叫秦氏集团的真面目？我们秦家企业这么大，能任由他们欺负？少爷，我也只是转达几位老总的原话而已。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要给他们打电话。喂，喂，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爸，你说这样下去，我们会怎么样？这几家企业都是我们秦氏集团的命脉，上下游业务都要经过他们的手。他们这么快终止了跟我们的合作，我们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啊！秦家很快就会破产，不仅会分文不剩，还会背上上亿的债务啊！不行，我好日子还没过够呢，秦家不能破产，我不能当穷鬼，秦家不能破产。难道沈秋真的要把我们逼上绝路吗？他就不怕我们鱼死网破？沈秋？你是说不是沈秋的封杀令让这些老总这么做的？不是啊，几位老总说是因为秦氏集团突然将夫人宋清宇赶出去，之前的合作都是夫人负责的，他们只信任夫人，所以终止合作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宋清宇能有这么大的本事？这几位老总真是这么说的？真的，1个小时前他就打电话进来，通话记录我都有录音。1个小时前，那时候沈秋还没到宴会厅呢。他们真的是因为宋清宇才和我们中断合作的？不可能！我还就不信了，这么大个公司，离了宋清宇就转不动了。我还有办法，我一定还有办法，我有办法。你明天让秦氏集团所有员工给我加班，12点之前谁都不准走。什么？听不懂人话是吧？秦总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现在让他们加班的话，恐怕……我爸说了，我以后就是秦氏集团的总裁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敢反驳我？你不想干了？听小树的吧。知道了。小树啊，你还有什么办法呀？明天我带上我的投资书，去其他公司看一看。我就不信荣成这么大，这老家伙的手能伸这么远。况且我的投资书那么优秀，但凡看过的人都得求着给我们投资。什么垃圾玩意儿，连路边的一坨狗屎都不如！快滚！别拿这种垃圾玩意儿浪费老子的时间！姓郑的，这么好的投资书，你说是垃圾，你是不是不识字啊？你说什么？小树，你到底是来帮忙的，还是来添乱的？爸，难道我说的有问题吗？原来你们秦家人求情就用这种态度。来人，给我把他们轰出去！等等，看到没有？这么好的投资书，但凡是懂点的，
都不会轻易放过。哼，姓郑的后悔了，想获得我的原谅，可没那么容易。你必须给我道歉，我才能给你一个和我们重新合作的机会。我真想问问你，像你这种业务水平低下、跟弱智一样，却自我感觉良好的小兔崽子，是哪里来的自信？你说什么？你永远失去了跟我合作的资格！蠢货，我懒得跟你这种智障废话。我叫住你们，是因为我很好奇，几十年来，荣城商场第一次，沈总亲自全程下封杀令，到底是怎样的？今天我算是大开眼界了。张总，我们呢跟沈总之间是有点误会，但是我们秦氏集团的实力你也是了解的呀。没错，秦氏集团以后在我的带领下，必定能更上一层楼。你不跟我合作，等着后悔吧！得了吧，离开宋清宇宋总，你们秦氏集团就是一坨狗屎，你们几个都是废物。秦氏集团等着倒闭吧，滚！走，走，郑总，你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就不信没人识货！算了，回公司吧。怎么会这样？气死我了！秦总，公司的股票跌停了，我们公司亏空了50多亿。什么？完了，全完了！你们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啊！下班啊！谁让你们下班了？我让你们加班到12点，聋了！你是谁？我们凭什么听你的？谁呀？谁呀你？我是秦氏集团总裁。嘿呦，了不得的总裁！谁不知道宋总已经离开了秦氏集团，你们已经被全城封杀，公司用不了多久就会倒闭，你还想让我们加班？多大脸啊！你被开除了。开除？我他妈还不干了！我不干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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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！就他妈给我滚！秦氏集团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废物才有今天。我堂堂秦氏集团，还招不到几个牛马。你过来，给我招人去，1天之内给我招够50个人。这事儿你自己干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公司随便你折腾，我这头牛马不伺候。你敢？傻逼！滚！爸，奶奶，他们都是故意的。好孙子，没事儿，有奶奶在，天塌不下来。爸，我在你公司楼下，下来。圆圆找我了，我出去一下。快去，快去！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圆圆，我最近太倒霉了，幸好有你啊！哎，就这么说吧。圆圆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分手吧。圆圆，我不是才给了你500万吗？那是你的保命钱，你欠我的，不该给啊！我都这样了，你还要离开我呀？秦叔，当初说好我答应做你女朋友，你就让秦家给我们家投资20亿，结果呢？你们家现在被沈秋封杀，股票跌停，面临破产，你还有什么资格和我在一起啊？我有办法，我还有办法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办法？秦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虽然要破产了，但是旗下资产还有个人资产还有不少，我可以让他们把钱转到我们名下，至少有2亿呢。我们可以逍遥快活一阵子。你有把握？有。我那个废物爹，还有那个老太婆，对我言听计从，
只要你不跟我分手，我都听你的。上来吧。哎呀，唉。我知道了，当年我还没和宋清宇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听说有人也在追求他，他没同意，最终选择了我。那个人应该就是苏迎风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们竟然……那个宋清宇就是个贱人，他跟你离婚了，他转头就跟苏迎风在一起了。他们这些年肯定没少联系。爸，奶奶，咱们秦家有救了！啊？什么办法？这个是咱们秦家和杨家的合作协议，是一个高达50亿的合作项目。有了这个合作项目，我们秦家还能有一口气。哎呀，简直是雪中送炭呀！哎，小树啊，还得是你有法子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爸，赶快把合同签了吧。好。不是这合同协议怎么这么厚啊？爸，沈秋的封杀令马上要传遍全城了，趁这个封杀令还没下来，赶快把合同签了，让合同生效啊！不是这……哎呀，爸，我帮你看了，没问题，信不过别人，还信不过我吗？哎呀，是儿子，小树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不会害我们的。好，我签。好，哎呀，签完了，拿走吧。哎呦，圆圆在哪儿啊？快，我们全家要好好感谢感谢他们。圆圆在外面呢，圆圆进来吧，这个老废物已经把合同签了。啊？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秦氏集团改姓为杨。什么？把这2个闲杂人等给我丢出去！小树，圆圆，你们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爸爸、奶奶，你们刚刚签的合同是秦氏集团和你们个人资产的转让合同啊！现在你们秦氏集团都是和圆圆的了。小树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也是秦家的一份子啊！没错，我是秦家的大少爷，你的亲儿子，所以这一切本来就是我的呀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不同意。不同意？你签了字的，白纸黑字，还想抵赖啊？哼！你，小树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呀？果然是2个蠢货，谁让你们对我这么深信不疑？是你们活该！秦叔，你还有没有心呢？我们是你的亲爹亲奶奶，你夺走我们的一切，去给一个外人。我们为了你，在宋清宇要赶你出门的时候，全力维护你，甚至不惜跟宋清宇离婚，赶走秦欢。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吗？你们都要破产了，没钱给我花，给不了我富家大少爷的生活，亲爹能值几个子儿啊？秦家的一切，就当是你给我的最后补偿，这样我可以勉为其难的原谅你。爸！这个野种就是个天生坏种，你们就等着被他吃绝户，等到了那一天，可别后悔了。秦宇是对的，我们错了。
我们真的错了。秦树，你不是人！我们对你那么好，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。你竟然……我本来就这样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死老太婆没完没了的，带上你的儿子，马上从秦家别墅滚出去！走晚了，缺胳膊少腿的，可别怨我。你，我跟你拼了！行了，妈，现在这里是杨氏集团总裁办公室，来，把这2个在我办公室闹事的废物给我丢出去！不是你们，秦树，你个白眼狼！你这个天杀的，你一定会遭天谴的！圆圆，圆圆，秦氏集团改成杨氏集团以后，这沈秋对秦家的封杀令就管不到我们了。我这样做，你满意吗？满意，特别满意。来，你做的非常好。你开心，我就开心。好呀，把你占秦家的份额转给我，今后我来替你打理秦家的一切。圆圆，你会一直爱我的，对吧？当然，从今以后我的心里就只有你。我让你把秦家交给我，只是不想看见你受累。等明天我们就去结婚。圆圆，你真好。签吧。啊。对了，听说沈秋封杀秦家和你妈有关系。圆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应该知道什么？如果真的和你妈有关系，那我们就应该对她敬而远之。沈秋那个家伙我们可惹不起。怎么可能是因为那个老女人？只不过是秦建业自己得罪了沈秋而已。可是传言说……圆圆，你都说了是传言，这些都是碰巧罢了。哦，这样。圆圆，这个宋星宇还有秦欢，他们老是欺负我，我不想放过他们。现在秦家资产还没有完全到手，秦树这个傀儡还有用，得先稳住他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报仇的。圆圆，你真好。过了今天，让你全部玩完。以后再敢踏进杨小姐地盘半步，我见一次打一次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你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走。妈，我们错了，当初我们就该听宋青雨的。秦树他就是个畜生。儿子，不如我们去找星宇，去求求他。他当初那么爱你，那么善良孝顺，他肯定会帮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妈，咱们走。妈，小欢，这个表格你可要好好学啊，这可是你工作以来妈交给你的第一个任务。好，知道了，妈。宋总，下面有2个人自称是您的丈夫和婆婆。老婆，老婆，求求你了，再帮帮我们吧，好不好？你们怎么直接进来了？快出去！没事，你先去忙吧。好的，宋总。老婆，你叫谁老婆？叫宋总。宋总啊，求求你帮帮我们秦家吧！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们了。胡雪琴、秦建业，你们不是说我离了你们，我和小欢就只有饿死的份儿吗？怎么现在反倒求着我来了？宋总，秦树把我们所有资产都骗走了，我们现在是一无所有啊！念在咱们曾经夫妻的份上，再拉我们一把吧。秦建业，我当时是不是告诉过你，秦树就是个坏种，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是你们自己不信，还为了他
将我和小欢扫地出门，现在被吃了绝户了，知道来求我了。晚了，宋总，你都是对的，我们后悔了，我们对不起你，求求你了，不然啊，我和建业真要沦落街头了。是啊，都是我们的错，当初啊就该听你的。这样，你再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啊，对，你再帮我们这一次，你让我们做什么都行。不可能，你们走吧。哎，小欢，我是你亲爹，你帮着爸，求求你妈，让你妈原谅我们，好吧？自从得知了你背叛了妈，和别的女人生下情愫后，在我的心中早就没你这个爸了。这是你们自作自受，我和妈都不会原谅你们。不是，来人！完了！哟，这不是咱们秦氏集团董事长和秦家老夫人吗？小叔，你不能这么绝情啊！我和你爸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你就让我们回家吧。啊，没吃饭啊？那正好，我这有没吃完的面包，赏给你们，不用谢啊。小子，我可是你亲奶奶呀！小叔，妈！医生，我们怎么样了？你母亲她急火攻心，引发了急性心梗，已经，请你节哀吧。什么？怎么会？准备后事吧。秦树，你个畜生！都是你害的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圆圆，你先逛，我肚子有点痛，我上个厕所。去吧。宋清雨，秦欢，让你帮我转移资产还犹犹豫豫的，今天我就再当回恶人，等拿走你的一切，我就一脚把你踹了。这套衣服也挺适合你的，等一下给我包起来。好的，夫人。妈，这件衣服要20多万，太贵了吧？不贵，你以后就是妈身边的小总裁啦。穿好点才更能衬托你的身份。包起来。好的。哟，这不是2个丧家之犬吗？心态不错呀，还能出来逛街。杨圆圆，上辈子我被活活饿死，你也是罪魁祸首。我还没找你麻烦，你竟然主动出现在我面前，正好，新仇旧恨一次算清。身无分文还敢出来逛街啊？身无分文？对啊，没错，这2个人是被秦家扫地出门的垃圾，别说几10万了，现在恐怕连几10块的地摊都买不起。你还不赶紧把这对穷三母子赶出去，免得脏了你的店。哦，对了，这男的是贫民窟出来的，身上啊全是虱子，他试过的衣服还能卖出去吗？没关系的，先生女士，我们店是由荣城首富沈秋先生创立的奢侈品品牌，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平等礼貌待人。这里的所有衣服你们都可以免费试穿，不买也没关系。我说你是不是？这位女士，如果你是来购买衣服的，我很欢迎；但如果你是来侮辱我的顾客的，请您出去。你让我走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堂堂秦氏集团也被我收入囊中，假以时日，我杨家也将会是荣城豪门。
你这种小店员，我动动手指就能让你从这里滚出去，你信吗？我信，但是在我被开除之前，我还是要先请您离开。你，宋青雨啊，宋青雨，原来堂堂的秦氏集团总裁，现在沦落到和这种下贱的底层人抱团取暖了，可真丢人呢。尊重他人，平和待人不丢人，目中无人，傲慢无礼才丢人。嘴硬是吧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扒光了，也没人敢吱一声。你敢？你个怂包硬气了是吧？那你就睁大眼睛给我瞧好了。请你离开，不然我马上报警了。我让你多管闲事。哎，你没事吧？还报警？我现在就弄死你！杨圆圆，你找死！你敢打我，我弄死你！滚！别碰我妈！你说你要弄死谁？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他妈的又是谁啊？宋青雨的丈夫，秦欢的父亲。怪不得呢，宋青雨和秦建业离婚，被扫地出门，这么快就能来这里消费，原来是找了你这么个姘头啊！你看吧，我说的没错，一个贱女人，一个贱男人，贱的没边了。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你敢打女人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不管你是男是女，敢辱我妻儿，你的下场会很惨。放屁！我在荣城就没听过你这号人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敢大放厥词！今天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别想再从大门走出去！我劝你说话还是掂量点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一个宋青雨找的姘头，充其量不过是个乡下贱民。行，那我换个人跟你聊聊。沈秋，龙湖商场有人闹事，你马上过来一趟。好的，苏总。沈首富，一个宋青雨找的姘头，也能找出沈首富？宋青雨，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我唬住了？秦家被沈首富封杀，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秦建业那个老废物自己得罪了沈首富。你们在这里装什么？秦叔就是这么告诉你的？我早知道了，没想到吧？希望等一下你还有这个勇气说出这样的话。那你说说，你和沈首富是什么关系？用你能理解的话说，他是我手下。你手下？就凭你？那我就是沈秋他妈！你说你是我妈？沈总，沈总，我问你，小小年纪，你想当我妈？不，沈总，是他们搬出您胡说八道，我没有那个意思啊，沈总。哦，他们说什么了？他们说您是他的手下。没错，我确实是他的手下。不可能，他一个底层贱民，怎么可能？你说谁是贱民？这位是苏迎风苏总，哪来的黄毛丫头，敢冲撞苏总和夫人？他是大夏首富苏迎风，不可能！宋青雨怎么会和苏迎风在一起啊？苏总，您看怎么处理？全国范围内封杀杨家，没收所有财产，包括他吞并秦家的那些，全部捐给山区。听说这个杨媛媛还是个地下搞放贷的，收集证据交给督察。不要！明白，苏总。
沈总，苏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对不起，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苏总。你们给我放开，给我让开！圆圆，来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好东西啊！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宋总的丈夫是苏总。圆圆，你故意害我！闭嘴！苏总，沈总，是秦叔他故意害我的，我真的没有。再多废一句话，我要你的命！好，我滚！圆圆，圆圆，你等等我，你等等我，圆圆。都没事吧？没事，沈总，感谢你培养了这么优秀的店员，不畏强权，保护了我们。小姑娘，我呀也应该谢谢你。沈总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不，我沈秋赏罚分明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沈氏集团奢侈品部门的总经理了。谢谢沈总，谢谢夫人。宝宝，你听我解释，宝宝。解释？我他妈是不是告诉过你不要招惹宋清宇？我让你骗我，我让你骗！以后你给我死远点，死远点！圆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知道错了。你要走可以，你把秦家的钱还给我呀！你做梦呢！我拿到手的钱，我还会还给你啊！老娘还要靠那笔钱跑路！你不能这么对我！你说过你会一直爱我的。爱你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！我待在你身边的每分每秒，我都觉得恶心。要不是看在你家有钱的份上，你以为我会和你在一起吗？再纠缠我，我就让你死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天气凉了，你衣服要多穿点，不要感冒了啊！好，知道了。快上车吧。我去那边了。妈，这里真暖和。等会儿咱们去吃啥呀？秦树，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孝敬你。你觉得可能吗？妈，都是那个杨圆圆骗了我，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，你带我回家吧，我以前是你最爱的儿子，妈。我们之间有血缘关系吗？你记住，我宋清宇这辈子只有一个儿子，那就是小欢。松手，别碰口。不，妈，宋清宇这个贱人，敢拒绝我，我跟你没完！这辈子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着你和秦欢下地狱！爸，你来接我来了。是啊，爸不怪你，我们回家，我们重新来过。爸，我就知道你是最爱我的。哎，等等，这车头啊，好像撞到什么东西，要不你帮我去看看？好，爸。爸，没有什么问题啊。爸。家破人亡啊！你以为我会放过你？
该死的人是你，是你！妈，今天天气真好，是挺暖和的哈。靖宇、小欢，你们看新闻了吗？没有。没有。秦叔被秦建业开车撞死了。啊？秦建业也被抓了，估计要判死刑了。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，活该。以后我们一家3口要好好的过日子。靖宇、小欢，我会永远守护你们。爸妈。